伊朗和沙特之后，叙利亚与阿拉伯国家的和解让美国陷入更大的痛苦。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近日，美国对叙利亚发动空袭，造成数十人死亡。天天在乌克兰强调尊重领土主权完整的美国人，在叙利亚干着小偷和强盗的勾当，也就是把叙利亚的石油和粮食偷出来贩卖到伊拉克。另外呢，还时不时的杀几个人立立威。所以，美军在叙利亚的存在毫无正义性、合法性，而是建立在叙利亚政府被严重孤立的基础之上的。在中国斡旋中东和平的大背景下，美军在中东发动军事行动，谁都能看出来没那么简单。表面原因是美军在当地的基地遭到袭击，据说是伊朗掌控的势力所为。那么真实的情况如何呢？有人分析说，这是美国人自导自演的一场闹剧。因为在伊朗和沙特和解之后，美国的中东战略正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局面，而叙利亚回归阿拉伯联盟，这让美国无法忍受和接受。许多年来，美国一直站在以色列一边，敌对叙利亚。所以，拜登政府要求所有阿拉伯国家都不能与阿萨德政府恢复关系。前几天，叙利亚总统访问阿联酋，紧接着又与沙特进行磋商，以恢复领事服务。这是自2012年以来，沙特与叙利亚的首次对话。阿盟秘书长说，沙特将于今年5月主办下一届阿盟峰会，叙利亚的阿盟成员国的资格将被恢复。为什么说美国对叙利亚局势的所谓失控感到极其焦虑呢？首先，白宫无法阻止阿拉伯国家与叙利亚关系的正常化，因为这是伊朗与沙特关系正常化的必然结果。一些阿拉伯国家寻求与巴沙尔政府改善关系，有着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考虑，以此来制衡伊朗和土耳其的影响。所以，中东国家之间在和解之后，还存在着影响力竞争的问题。叙利亚未来是站在阿拉伯联盟一边，还是站在伊朗或者是土耳其一边，已经进入到了各方的博弈期。而美国无疑是这场大变局的受害国或者是受害者之一。第二，叙利亚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将直接动摇美军支持库尔德人分裂和孤立叙利亚的战略。美国如果不知悔改，就会站在整个阿拉伯国家的对立面。美国在叙利亚推动颜色革命已经失败，并由此而让俄罗斯军队建立起了势力范围。随后呢，他又通过支持库尔德人来制衡土耳其、俄罗斯和叙利亚。但是你这么玩的前提是叙利亚不能是阿盟成员国，而是一个非法的流氓国家才行。现在来看，美军将进一步失去在叙利亚保持存在的道义基础，这个可就非常尴尬了。第三，美国中东战略的另外一个支点是以色列，而叙利亚回归阿盟也将使以色列陷入更大的战略孤立。美国一边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和解，但是呢，以色列又通过在叙利亚发动空袭来和伊朗较量。那么未来有一个难题就会摆在以色列面前，要打叙利亚，那么阿拉伯联盟可不是吃素的。如果不打叙利亚，那么伊朗势力又会在叙利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另外，以色列一直占领着叙利亚的领土戈兰高地，与美军非法在叙利亚驻军一样，在挑战国际规则。所以，叙利亚回归阿盟给中东地区带来的地缘政治冲击，一点也不比叙利亚与沙特的和解小。美国现在同时失去了伊朗和叙利亚这两个抓手，眼看着阿拉伯国家远离自己而去，而以色列呢，还有可能会成为整个伊斯兰国家最大的敌人。巴勒斯坦问题呢，又一直悬而未决。可以看出来，现在的中东给人的感觉是阿拉伯国家已经觉醒了，他们自发的想走上一条更加团结和独立自主的发展之路。中国在这个时候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和支持，就能痛击美国的霸权。接下来，美国又将如何在叙利亚问题上自处？
如何处理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可能会变得非常复杂，也非常悲观。这就是我们现在想要看到的。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